人们对于市场制度信念之一，就是相信它可更好地分配社会资源与财富，给每个人带来机会及好处。然而当下中国的市场只是权力与资本的博弈市场，是少数人的市场，没大众什么事儿。这就如同羊群听到两个带头的牧羊人在讨价还价，斗智斗勇，目的只是更好分配羊群的生产能力，划分羊群的支配权。总体来看，这两个牧羊人，一个凭暴力，另一个凭知识取得现在的地位，且他们在很远的一段时间内，谁也离不开谁，甚至羊群也离不开他们。因羊群还未学习如何自我管理，一句话，无政治意识，而只有两个牧羊人才懂得如何管理羊群，他们一个管理利益最大的羊群，另一个从前一个手中寻租到一些期权来管理利益少麻烦多的羊群。好啦，话说到这份儿上，羊群们该知道自己为什么只能谈一谈工作不如意、生气、愤怒、假放松、傻快乐、休闲、娱乐、吃草、求偶或交配了吧？而牧羊人却在谈 GDP、换届选举、美国次贷。依羊群的地位，他们其实根本无其他信息可谈，市场上也没有几个立自由发言人替他们谈。更可悲的是，羊群对除他们话题以外的事情也不感兴趣。若中国有激进左派人士，也会被羊群骂寒心，最终只会气得喊活该。然后他们痛定思痛，会转而加入少数人阵营。他们了解了羊群的腐败，当然会明智的加入牧羊人的腐败了，因为那里至少可免去一些压抑，还能拥有一点不道德的快乐。要知道，不道德的快乐也是快乐。于是中立者被卷入毫露着缝的信息之虽未对羊群关闭，但解释信息的人却走了。羊群读不懂信息，也不愿以超人的努力花时间去学习如何读，他们当然无法建立自己的判断力，这相当于把那扇关闭了。要知道，那扇门是羊群仅有的机会。当然，羊群希望强人会好心帮助他，强人当然会。当他们某一天吃完大餐后，发现还有剩余，也许会发好心对服务员说，别倒，太浪费了，让羊群进来吃，他们太可怜了，少有机会吃这么好的东。羊群要是满意的吃了，便还有机会某天再吃一次。但要是有性格绝的羊群竟不吃，或有嘴碎的吃完还不念牧羊人好，那么牧羊人也许就伤心了，下次遇到同样情况，吃完便不声不响的走了，而服务员会打着哈欠，把剩菜悄然倒掉，把照着餐桌的灯熄灭。所谓大餐就成了在羊群中传说的神话。楼市失控，其本质原因，政府与开发商同时发现了一片财富新大陆，这新大陆就是中国的住宅商业化。于是你抢一把我抢一把的抢钱游戏开始了。起初是一些小额的权钱交易，它的实质是权力寻租。开发商从政府那里花小钱得到土地及在上面盖房出售及定价能力，他们了钱，政府一看那钱的太多了，再看自己通过权钱交易只得到了一少部分，于是就急了，搞了一个招拍挂制度，由政府主导发放土地权利。政府的土地是从市与农那里低价批下来的，然后用竞价的方式高价卖给开发商。开发商也不傻，他们在上面造了房子，再高价卖给人，人们买不起，不要紧。政府有银行呢，银行向人提供信贷，利用信贷杠杆，等于是让人借债买房，使人可以买得起。其实那借给人的钱同样也是人存的，银行当然乐意干这事儿，因银行靠存贷款利差得到利益，他们等于是把一部分人的钱加了点利息，再借给另一部分人。我们的利差是政府规定的，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，所以又是权力定价。开发商于是提价了，人呢，增加劳动时间，提高劳动效率，用透支未来健康与发展的代价去买下来及时享受，他们在借钱享受。因那借款有点超出他们合理的支付能力，北京居平均年收入5万余元，除去个人捉襟肘的消费，
他们杠着贷款只能一年买2平米房子。要想买下整个房子，除非是出了奇迹。他们被高房价定在住房里，也被定在工作上，哪儿也动弹不得。他们只要做出买房的决策，就很难收回，因房价不停的涨。他们怕卖掉后就再买不起。不过这一轮提价使政府开发商都提出了甜头，甚至人也尝到了甜头。因为他们毕竟有了新房可住，还让他们觉得自己已不是无产者。在利益驱动下，这个甜头必须继续。接下来，政府接着拿地，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开发商，开发商再提价转嫁给人。他们在试探人的经济底线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因为楼价一再上涨，人开始把买楼当成投资了。因为投资回报率明显不错，于是人炒房开始了。他们用时间换空间，把较早前买的房卖出来，套利后再去买新的房子。他们交了首付，借助商业贷款，再实行套利。当投资到租金也无法供月供的时候，用投资也解释不通了，但人自有办法，干脆把投资给改投机了。所有人的投资决策建立在房价上涨的基础上，这也符合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。于是楼市成了赌博市场，比的是看谁接最后一棒。政策和开发商合力利用话语权维持赌局不散，他们的共同言论是，若是楼市崩盘，那么大众的投资全会缩水。谁也不希望这一情况发生，但是从更远的度看，其实大众更不愿意发生的是，他们用过多的劳动换取住房，这严地影响了大众的生活质。大的资金被压在不动产上，使大众无富裕的钱来发展自我，以便有朝一日提高个人的市场价格。失业、疾病成了他们的最怕的，他们必然会忍受不平工的待遇。政府和开发商此时完全控制住了市场，分工越来越明确，政府负责拿地卖给开发商，他们其实在竞相囤地，这使地价加速上涨。因政府卖给开发商1亩，自己得去囤3亩。开发商呢，没那么多钱买啊，他们要是盖了楼再卖，资金周转太慢，因银行信贷也无法支持它的发展速度。发展商意识到这一轮财富新机会的本质是贩卖时间用以套利，他们必须快速疯狂扩张。他们终于也有了新的武器，那就是 IPO 上市圈钱。因证券市场已为他们准备了更丰盛的大餐。中国市盈率、市净率已处世界之巅，股价与每股盈利之比叫做市盈率，股价与每股账面价值之比叫市净率。中国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市盈率，完全是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绝望货币，这些货币找不到套利目标而奔腾汹涌，一个成功的短期商业模式便能吸引到大量货币进场套利。在一个合理的经济体内，这些货币本可用于其发展投资，比如教育、医疗、城市基建、环境保护、生产力基础研究。制度改革使人放弃后顾之忧，进行个人消费或投资，并使我们展望未来时有所期盼。但是我们把这些最基本的投入也当成了套利项目，相当于透支未来用以买现在的赌神梦，这必然给未来的发展造成阻碍。这一上市，开发商看出来了，他们根本不用盖楼，只是囤地后上市，接着搞增发就能圈钱，用圈到的钱再囤地。他们只在地上盖很少的房子，在供求关系影响下，于是楼价还能涨。由于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的肽效应，人怕掉队，能买房的买了房，不能买的借钱也要买。于是上市地产公司在股市上的报表一出来，很好，股价也跟着涨，他们便拥有了更好的信誉。于是我们看到 GDP 在涨。政府和开发商的财富呈乘数效应增加，他们双赢了。人那边呢？你以为人闲着啊？他们也在洗牌，搞新一轮城市化，就是在搞最残酷的优胜劣汰。最终的结果是，把一些买不起楼的穷人轰到了郊外，最穷人的只好拼命工作，政府一鞭子，开发商一鞭子。
人是被驱赶着往前跑，他们其实也有梦。他们的梦就是有了一个被市场创造出来的新目标，那就是争取有朝一日能买上一套位置好一点的房子，成为城里人。至此，坐地高起的房价与股价，让每一个参与者变成了冲动的魔。在推高楼市的过程中，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的矛盾在不断扩大。因此次涨价事件的实质是官商联手，席卷人苦干的劳动成果。虽然它刺激了人的工作欲望，成就了少数人的成功，但也因此严厉地打击了大面积的人，毕竟能买得起的人是少数。高高竖起的房价墙使人仰望之余，只有叹气与绝望的份儿了。为此，他们用购买小产权房来应对，毕竟能圆一个住房梦。你现在该知道为何政府对小产权房死不松口了吧？因为它断送了政府的财源。政府的说法是，中国人多地少，应由政府来控制土地资源，人要是过度使用土地，会出乱子。但为什么政府收的那么便宜呢？他们为何不把向开发商卖地的钱全数退还给拆迁者呢？他们只是令拆迁者低价卖地，然后走人，这很不合适。此外，我注意到，政府每一项治理过热经济的前提都是疯狂抽税，其实只是在为自己着想，根本不顾及人的利益。